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3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874.49， 收盘价是 905.39，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 907.85， 最低是在 867.39。 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40个点。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收在各条均线的上方，并且也收在了3月1日这个前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3347.14 万股，是前一日的 1.5 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上行。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并且呢出现了更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一些指标啊，都预示着股价将会上涨。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3月18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啊，叫做实体中红 K 线。那这样的 K 线啊，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那就 K 线本身而言啊，代表当日是多方强。我们来看看3月18日这个实体中红 K 线。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反弹的上涨中。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面3月1日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最高是 889.88。当然，它的收盘价也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我们会看到当日抱有很大的成交量。那这些信息啊，都预示着股价可能会继续上涨。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那从3月15日、16日、17日3天出现红 K， 这叫连3红。在连3红之后啊，我们会看到在3月18日继续出现了一个红 K， 并且这个红 K 啊，也突破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前高这个压力位。这说明上涨的动能是非常强的。那3月18日这样的一个红 K 啊，也就是说股价发生反转的一个确认。那这个反转就是由空转多的一个反转。对，那说明多头开始进场做多，当然呢，也会有空头啊，进场去抢反弹。好，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在3月18日出现的这个红 K 啊，突破了前面的高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在当日3月18日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 907.85， 那高于3月1日的这个前面最高点。那也就是说现在建立了头高，当然之前是底高。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啊，被确认。从技术面上说，要锁股进场。那后续股价一旦回调，再出现一个红 K， 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好，我们在分析股价走势之前啊，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辅助线。
那首先呢，我们去掉这个短期的上颈线，对，也就是这条蓝色的线，因为现在多头的趋势已经建立，所以这个短期的空头的趋势线可以去除了。我们再去掉这个886的这个标志线，也就是相对于前一日的上方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站上了它。对，我们再把这条线去掉。好，那我们还要去掉一条辅助线，我们会看到下方在这里有一个760，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暂时保留这个上颈线和下颈线，我们把图缩小。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上颈线和下颈线是我们看自2021年11月4日股价出现最高以来的一个头低和底的一个下行趋势。对，我们保留这个趋势线。好，接下来我们依据这些趋势线进行分析。这个线好像还是没有去除。好，我们看看股价后续的上行。那股价后续如果是上行啊，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上方的一个压力，实际上也就是股价上行它的目标。那它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边我们还保留了一条辅助线是918，918是在2月17日当天的一个起跌的一个最高，对，和2月16日这个小红 K 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926.43，对，也就是说918到926之间，对。在这个地方是股价如果上行，它的目标也就是要站上这两个高点。当然，接下来是上方的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那股价后续啊，如果是上行，对，高点越高，那么后续股价如果出现回调后啊，再上涨的幅度啊，也就会越大，但是呢，对于我们分析来讲，目前我们会看到这个上颈线，对，如果延续我们的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上颈线啊，一个分析的思路啊，这个上颈线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后续啊能够突破这个上颈线，并且啊连续出现的 K 线的收盘在这个上颈线的上方，那么我们会看到，对，这样一个大的下行的一个趋势啊，将会被拔紧。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盘整，我们说有没有盘整的可能？那么依据这个当前的辅助线的这个思路啊，后续股价如果不能突破上方的这个上颈线，那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盘整区。那这样的一个盘整区啊，我们看到这个线好像还是没有去除，我们再把它去除一下。对。好，那如果我们说股价没有突破这个上颈线，那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边会有一个三角区，对。那么这个三角区啊，将成为我们讨论盘整的一个依据。但是啊，我们还要看，在3月15日到17日出现的这个连三红的 K 线组合，那么这个连三红啊，它将会是一个支撑，
也就是这个连三红如果合并后是一个长红实体，那么这个长红实体的上沿，我们会看到屏幕的右上方收盘，对，871.60，那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支撑。那么还有一个更强的支撑呢，是连三红最后一个红 K 的最低，我们会看到屏幕的右上方最低825.718，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更强支撑。那我们再加一条辅助线，也就是在825这个位置，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进入到一个盘整，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区域，对，就形成了。也就是我们认为，如果它进入到盘整呢，上方的这个上经线将是一个界限，那下方这个825将是一个界限，也就是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盘整，然后去寻找是向上突破还是继续回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股价如果下行，那我们会看到刚刚我们画的这个辅助线825是一个标志。那股价如果是下行的话，那跌破了这个标志，当然我们说825既是强支撑，当然也是个标志。如果是跌破了这个825，我们会看到下方我们有一个下经线，也就是它会去寻找下经线的这么一个支撑。那再接下来有可能就会看前面的最低，也就是这个760。好，我们把这条线也删除。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刚才把股价有可能上行的目标，有可能盘整的一个区域，或者说是股价如果下行下方的这个界限都进行了分析。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3月21日开盘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看看压力位，那3月21日开盘之后，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918，对，2月17日的最高。然后接下来的压力位是926，我们可以看到926是在2月16日的最高，屏幕的右上方是最高，是926.43，也就是918之后是926。那再上方是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应该是在933附近。当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位置还有我们一个上经线与当日的一个交叉点，那这个点呢不是压力，它是一个标志。对，好，再向上的压力位是在946。对，我们会看到是在2月7日的最高，947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的压力位就是120日均线值，应该是在962附近。好，这是压力位，我们再来看看支撑位。那首先3月21日开盘之后到来的支撑位是在874，是3月18日这个红 K 实体的下沿。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支撑位是867，也就是3月18日这个红 K 的最低。那我们也想说啊，在这个区域，这两个压力位啊，实际上也是当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5均值可能会到达这个区域。对，
那么5均值也是这个第一个压力位和第二个压力位重合的这么一个区域，它们将是一个第一个支撑。对，好，接下来的支撑是842到848之间，对，848到842之间，这是新生成的10均值。那再接下来是当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835到838之间。好，当然再向下，我们刚才定义的这个825。好，那依据以上的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股价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在3月21日啊的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应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对，然后会最低会回踩到915，对，然后盘中最高会到达965，或者说是可能会到达980这个位置。那收盘会收在962附近，也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它可能会站上120日均线值。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它会小幅的上涨，也就是要休息。那这样的话呢，它有可能也是一个高开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最高会到达930这个位置，对，最低会回踩到901，收盘会收在920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21日的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